辉宝今天在室内营业时，江爷爷这里正在忙碌着监工。江爷爷现在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让瑞宝辉宝来室外园区玩耍了，而且这个工程是不是真的为瑞宝辉宝准备的？有现场姨姨忍不住已经问了。江爷爷表示，两个爷爷也是为此费尽心思，这也让我们很期待以后在室外园区的收猫大战了。以前福宝自己的时候，两个爷爷都得等到天黑福宝接下来，现在两只了，以后两个爷爷真的可以直接睡在园区了。而用蓝色围栏挡住的这块地方，像是一个大型带有围栏的鸟巢。江爷爷该不会是要在树上给姐妹俩搭建一个鸟巢吧？江爷爷和宋爷爷在树下不断的设想，然后进行讨论。在树下讨论完后，两个爷爷又爬到了树上，进一步对自己的构思进行完善。听起来是打算将这几根大树干全部利用起来。果然，男人认真时的样子是最帅的。这也是瑞宝辉宝出生后除小汽车以外收到的第二个大型礼物了。同时，因为今天室外园区在施工，爱宝今天无法去室外玩耍。此时，爱宝正趴在滑梯上产青团，瑞宝辉宝则负责给姨姨们表演吃播。姐妹俩卖力的打工挣钱，为的是让爷爷们好有资金给自己创造更完美的园区和丰容。姐妹俩手上的小竹子一根接着一根，瑞宝和辉宝今天的工作很是认真。而爱宝看到园区有瑞宝辉宝在营业后，自己也可以放心的睡觉了。爱宝终于可以享受养娃给自己带来的便利了。姐妹俩生来就是来给爱宝接班的，而隔壁一天下来什么也不干的乐宝，此时也正在享受自己女儿所带来的福利。辉宝熊生的第一个冰镇莫吉托了，姐妹俩第一次见这冰冰凉凉的东西，很是喜欢。辉宝接过爷爷给的冰镇莫吉托后，便不撒手了，带着冰镇莫吉托来回走动，东躲西藏，生怕宋三岁再给其抢走了。很快，瑞宝也从树上下来了。起初，姐妹俩一人抱着一个，但是辉宝总觉得姐姐手里比自己的那个要好，非要给姐姐手里的那个抢过来。宋爷爷见状，只好上去拉架。好在瑞宝这里不挑，不管哪一个都喜欢，于是便将自己的给了辉宝，自己接过了爷爷手里的那个。这时就看出了瑞宝当姐姐的样子，虽然只是大几10分钟，但瑞宝依旧是懂得如何照顾妹妹。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玩的火热。宋爷爷为了拍全姐妹俩玩耍时这有趣的样子，直接站在了独木桥上进行拍摄。炎热的夏天，哪只熊猫能不想来杯冰冰凉凉的冰镇莫吉托呢？在姐妹俩抱着冰镇莫吉托啃咬时，宋爷爷又去搬来了竹子，为一会儿爱宝来园区做准备。宋爷爷还不忘给姐妹俩带一份小零食，因为姐妹俩现在比较小，还不能一直抱着大冰坨子玩耍，防止晚上闹肚子。宋爷爷将姐妹俩的冰镇莫吉托带走后，姐妹俩又抱着胡萝卜开啃。姐妹俩现在恒牙发育的已经可以完全吃掉了。而这时爱宝也从室外园区回来了，姐妹俩的胡萝卜不快点吃，将会全落入爱宝的手里。好在小木床上的竹笋为姐妹俩多争取了2分钟的时间。等姨姨再次排队回来时，宋爷爷再次来到园区，准备收熊回家。不过这宋三岁挺大胆的，居然敢当着爱宝的面挑衅姐妹俩。这要是其他大熊猫妈妈，早把宋三岁当成嫡媳，冲过来拍宋三岁脑门了。要不说咱爱宝懂事儿呢。宋三岁在园区跟姐妹俩蹦蹦跳跳的，都没有半点应激表现。宋三岁在园区陪姐妹俩玩耍一会儿后，想起了正事儿，那就是接姐妹俩回家。宋三岁拿着大竹笋在通道门口呼喊着姐妹俩，让姐妹俩过来。姐妹俩真就听了宋三岁的话，一前一后的跑了进去。这次姐妹俩属实给宋三岁面，也让宋三岁这次收熊有了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听宋三岁有事儿没事儿就来到园区教瑞宝辉宝掰竹子，看来宋三岁最近没少刷福宝在中国吃竹子的视频。看到福宝不会掰竹子，只能将数米长的竹子举到天上去吃时，心里一定很懊悔吧？而且还是每刷到1次就会懊恼1次。宋三岁心想，自己教了这么多，甚至连如何写字都教，怎么偏偏把最基本的如何掰竹子给忘掉了呢？为此，现在宋三岁每懊恼1次就来到园区教瑞宝辉宝一遍。另外还有很多粉丝们提醒宋三岁，教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注意表情，要像门外做。不过这让最近瑞宝和辉宝感觉到宋三岁越来越烦熊了。辉宝表示，每次宋三岁手里有竹子就要怼到自己的脸前，心想宋三岁有点急于求成了。我还没满1岁，牙都还没长齐，就算学会了，也没有那么大的力气给竹子掰断呀。宋三岁听不到辉宝这些话，只好缠着辉宝反复教学。在这几天连续教学下，宋三岁自己也总结出来了一些技巧，就比如一根完整没有裂开的竹子，
就算是成年人他也是掰不动的，必须要借用吸动。当然宋3岁表示这个瑞宝辉宝不用学，因为难度系数比较高，而瑞宝辉宝要做的是去掰那些饲养员已经帮忙摔裂的竹子，那种的才可以掰得动，亦或是自己先给竹子咬裂。如果硬掰的话，就会出现飞云着咬牙切齿的表情，因为需要全身用力，包括脸部。当然就算这样也有可能会失败，就像宋3岁这样，有些太短的就连用膝最后只能白忙活一场。宋3岁的总结很到位，但就怕一段时间过后，宋3岁掰竹子的手法越来越熟练，而瑞宝辉宝这里还是老样子，依旧是坐在爷爷身边，直接享受爷爷给自己处理好的竹子。宋3岁，下一根再掰得短一点。当爷爷在节目中分享了一件有关于爱宝的小秘密。 비밀은 이걸 아이바오한테 허락을 받고 얘기를 해야 되고. 왜요? 아이바오는 보통 판다들이 유두가 4개가 있는데 얘는 6개가 있어요. 그거 허락 받고 얘기하셔야 될 것 같은데. 그러게요. 오늘 꼭 가서 물어보겠습니다. 但江爷爷表示，这也是为什么福宝长得会比同龄大熊猫快的原因之一。 다른 아이들은 4개밖에 안 나오지만 이 아이는 6개에서 나올 수가 있으니까. 江爷爷问了我国专家以及查阅了资料，表示这确实是非常罕见的特例。江爷爷起初在刚发现时也是很震惊的，就像当时福宝1周不产青团一样，立马就询问了我国专家。我国专家让江爷爷放轻松，表示这样反而更好。 건강검진을 할 때 6개인데 이상하다 그랬더니 그래도 젖이 많이 나오니까 오히려 애기를 잘 키울 수 있을 거야 라고 위로를. 这也让现在的瑞宝和辉宝吃的也要比同龄双胞胎大熊猫要多，而辉宝之所以要比瑞宝体重沉，肯定是因为辉宝没有和姐姐平均划分。江爷爷还讲到，为什么爱宝生宝宝后胖了，那是因为爱宝在生宝宝前瘦了，因为大熊猫在分娩前食欲会下降，不怎么吃东西，而生产后爱宝开始恢复食欲，慢慢的体重就上去了。另外，江爷爷还偷偷透露，其实有时候爱宝打福宝，自己心里在暗说，那就是福宝在园区里肆意破坏小花小树的时候，这时爱宝过来揍福宝，江爷爷心里则是认同爱宝的做法。 제가 그런 마음을 먹을 때 아이바오가 조절을 하거든요. 굉장히 스매시 진다고. 잘한다 아이바오. 그치. 이런 느낌 좀 있어요. 혹시 푸바오한테는 얘기하지 마세요. 그럼. 没想到江爷爷也有不疼他宝贝孙女的时候，而等到瑞宝和辉宝再长大点，江爷爷只能像宋爷爷那样，晚上回去偷偷抹眼泪了。因为爱宝现在对于姐妹俩完全是能不管就不管的状态，所以以后遇到福宝这种情况，只能江爷爷自己想办法了，但又不舍得教育，所以最后只能自己开导自己，然后心中默念没事，他还是个孩子。这天化身摄影专家的宋爷爷再次上线，继上一次给圣熙姨母对脸拍照之后，这次又来给姐妹俩拍照了。宋爷爷的拍照水平在宝家黑粉圈里是排名前列。宋爷爷看到姐妹俩正在吃竹笋，便打开相机记录着。没想到宋爷爷经过几天的学习，也学会了运镜技术。只见宋爷爷的镜头在2小只之间来回穿梭，这时有镜头感的瑞宝已经开始准备比姿势了。宋爷爷见状，把镜头移到了我们的瑞明星身上。瑞宝也是没有让爷爷失望，直接表演了单腿吃竹笋的画面。旁边的辉宝看到姐姐已经摆好姿势，便开始挑选适合自己摆造型的竹笋。然而挑了一圈也没有挑到的辉宝，便爬到滑梯上独自生闷气。而此时的另一边，瑞宝看着爷爷镜头再次朝自己靠近，有明星包袱的瑞宝赶忙坐了起来，开始表演坐着吃竹笋。这时细心的宋爷爷发现在滑梯上的辉宝情绪不是很高，便把一颗小竹笋摆在了辉宝面前，让辉宝下来吃。这时姐妹俩同时发现了放在平台角上的竹笋皮，便开始动作一致的向同一个目标前进。结果竹笋皮不小心被弄到了地上，只见辉宝一个前滚翻从平台上滚了下来。这一瞬间，我们的宋爷爷自然不能放过，直接把镜头给到了辉宝。下来后的辉宝还看了眼爷爷，好像在问爷爷，我这精彩的前滚翻你抓拍到了没？宋爷爷摸了摸辉宝的头，像是在回应辉宝。沉浸在拍摄中的宋爷爷突然想起自己该接姐妹俩回家了，便放下手机准备抱姐妹俩回家。一向回家困难的辉宝，这次一反常态的乖乖被宋爷爷抱回了家。临近家门还不忘给依依问，而我们的瑞宝似乎还想让宋爷爷给自己拍照，看到宋爷爷来抱自己回家，试图抱住爷爷的腿，阻止爷爷抱自己回家。没有办法的宋爷爷只好将其拦腰抱起。此时没法再继续反抗的瑞宝，只能乖乖的被爷爷送回了家。福宝现在对奶爸摔竹子的声音适应的越来越好，虽然还是会被吓到，但从之后福宝的从容中可以看出，福宝被吓到完全是对环境的警惕，嘴上和手上的动作不停，则是对奶爸的信任。福宝回国的这段时间里，不仅没有给在韩国留学时学到的本领忘记，反而还给其
灵活运用起来了，尤其是钓鱼这项技能。想必在熊猫界流子里面，宝家是唯一学过钓鱼这项技能的吧？今天福宝在吃竹子时，就给这项技能灵活运用起来了，熟练的撑杆。为了省力，福宝还用上了小爪，不慌不忙的吃着手里的竹子，聪明且可爱。吃完竹子，福宝接着又拿起了竹笋。自从福宝回国后，竹笋就没断过。现在福宝这里已经到了竹笋当主食的地步了。而福宝包竹笋的熟练程度更是越加优秀，小手紧握竹笋，用嘴用力撕掉竹笋皮，动作很是丝滑。而今天的基地还刮着微风，伴随着偶尔的打闪声。最近雨季下雨比较多，不过这对福宝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而且这种微风天气还很凉爽。如果雨下大了，福宝3、2步就能跑回家，什么也不用担心。从福宝这惬意的姿势就可以看出，福宝现在很享受。而来看福宝的姨姨们，现在面对基地上空突然的落雨，也已经习惯了。现在来看福宝的，基本都人手配备一把雨伞。竹笋吃完了，没有小零食吃了，福宝去到了奶爸的通道，他在奶爸的小窗口上问还有没有小零食了。奶爸拿出一个大苹果，问福宝想不想吃。福宝表示想吃。福宝的嘴巴都要扬上天了。福宝开心的走回房间去吃奶爸手里的小苹果。当姨姨将镜头拉近时，发现福宝园区里面满是3叶草盛开的鲜花。这样来看，宋3岁当初的愿望在这一刻完成了闭环。怎么同样的食物，辉宝吃的却比瑞宝吃的胖？那是因为辉宝吃饭时喜欢狼吞虎咽，而瑞宝吃饭可是细嚼慢咽。辉宝吃完后还拿起盆跟爷爷讲：“爷爷再给我来一盆。”宋爷爷这周在最新视频里表示，自己这周在园区玩水玩得很开心，就连游客们一时都忘记了这里是熊猫展区，不是宋3岁展区。这周宋爷爷的视频可谓是乐宝特辑，记录了乐宝完整的一天，从乐宝早上体检开始。乐宝体检时，这熟练的动作和爷爷的行为融为了一体。爷爷一抬手，乐宝就能猜出爷爷的下一个动作。这连贯的配合根本不像是人类与野生动物的交流，更像是朋友与朋友之间的默契。不过今天的乐宝似乎对宋爷爷的相机更感兴趣。乐宝面朝相机和镜头前的姨姨们打了个招呼。宋爷爷看乐宝今天很有镜头感，于是把相机往前放了一下。果然乐宝很想上镜，而这样姨姨们也可以看到乐宝之前的满瞳眼，现在已经完全好了。黑色眼圈的毛发格外的亮丽。对于宝家的治疗这一方面，韩国一直做的都很到位。检查完乐宝的体温后，便到了乐宝出门营业的时间了。为了乐宝能感到一丝凉爽，宋爷爷先是给乐宝的园区浇了一遍水。都说乐宝的毛发亮，这次看到乐宝坐在太阳底下的样子，确实如此。乐宝的毛皮大衣在太阳底下都亮到反光了。乐宝在园区吃了会儿竹子后，打算去小树上晒太阳了，顺便还给游客们展示了一下自己之前毛发脱落的地方，现在已经完全长出来了。早上乐宝在室外活动了一会儿后，便回到了室内园区。因为中午的太阳太大，室外园区太热了，所以一般到了中午，爷爷就会让乐宝回室内园区玩耍。给乐宝喊回室内后，宋爷爷来到了爱宝园区，给爱宝开门，让爱宝也回室内园区。爱宝这肉嘟嘟胖乎乎的样子，韩国姨姨们称其为肥美，并表示乐宝拥有这么可爱和漂亮的妻子，真是便宜乐宝。福宝现在越来越黏徐奶爸了，亦或是已经熟悉了回国后的生物钟。徐奶爸现在一般会在10点左右给福宝送新的小零食和竹子，而今天福宝的生物钟感觉到已经10点10，但还没有等来奶爸的小零食。福宝来到奶爸的通道门口，他在门上斜着眼睛望向了窗户里面，看看奶爸在干嘛。从窗户里没有看到奶爸的福宝又走回了房间，去房间里找。而在今天，奶爸还给福宝安排了新的丰容，同样是用竹子制作的，是一个用竹子编制而成的小竹篮，里面放了小胡萝卜。福宝来到小竹篮前，先是单手扶着一旁的小树，使自己站稳，然后一手抓着小树，一手去触碰小竹篮，确保自己能站稳后，福宝直接松开小树的手，两只手一起抓住了竹筐。就说福宝是有人类的智慧在身上的吧，这一下看谁还不相信。福宝就这样用小手轻松从竹筐里给胡萝卜拿了出来。胡萝卜吃完后，福宝又来到了自己的小床上，开始吃竹子。这次奶爸给福宝的竹子摔得都很碎，福宝不用去掰，就可以直接拿来食用。福宝的一天就这样吃完。吃饱后，福宝又爬到了小树上，奶爸给福宝新选的这棵小树，树杈很多，福宝攀爬起来很是方便。而在福宝回国这段时间里，不仅熟悉了场地，还跟隔壁邻居基地的太子草和处的也很好。现在每次福宝来到树上吃东西时，好和这里就也会爬到自己园区的最高处和福宝对视交流。不过和的这姿势怎么比福宝还要妩媚？看到今天老宋头为瑞宝和辉宝制作的滑板车，我想说福宝为什么没有？福宝也想。
或许这也正如姨姨们所猜想，宋爷爷是要为瑞宝和辉宝制造一个新系列的玩具，而福宝之前所拥有过的玩具，宋爷爷应该是不打算继续做了。而当时瑞宝和辉宝也有牙刷和眼镜，也都是因为当时福宝做的太多，拿给了瑞宝和辉宝一个玩耍。对于宋爷爷来说，是想让福宝以及他的那些玩具一起留在粉丝们的回忆里。而这个用竹子做的玩具小车，也是宋爷爷自福宝走后给姐妹俩制作的第一个玩具。而且如果仔细去看，姨姨们可以看到竹子小车上还有瑞宝和辉宝自己的名字，宋爷爷这波做的可谓很是细节了。而辉宝的小车只不过在辉宝的大力拉扯下，很快就支离破碎了，根本不给宋爷爷拿走收藏或展示的机会。而想必宋爷爷此时手机里的视频，就是对辉宝小车车最后的留念了。不过瑞宝的小车车好在还完好无损，因为瑞宝对于玩具并不是很感兴趣，瑞宝总是有自己的想法。瑞宝闻了闻竹子小车就离开了，自己跑去了草丛里玩耍。姐妹俩这样各有各的好处，辉宝负责给宋爷爷提供情绪价值，而瑞宝负责保护玩具，好让宋爷爷拿去给姨们展出。宋爷爷眼看姐妹俩给小车玩的差不多了，宋爷爷去拿来了盆盆奶。辉宝看盆盆奶的出现，就知道自己马上又要被带回家了，所以立刻爬到树上，这样爷爷就拿自己没办法。而瑞宝则乖乖地走向了爷爷，去到小木床上享用自己的盆盆奶。而最后瑞宝的盆盆奶吃完了，都被爷爷抱着往家走了。辉宝这里都没有想要下来的意思，看来宋爷爷今晚又要被迫加班了。看着福宝隔离时世外园区这花团锦簇的样子，恍惚间看到了那年福宝在绿油油的草丛里和妈妈打滚的样子。福宝只在韩国经历过3次园区繁花锦簇的样子，第一次是福宝1岁时，那时园区的小花小草也是福宝在韩国的3年里开得最茂盛的一年，而第2次则是福宝最调皮的一年。那一年福宝差点给整个世外园区都拆掉，当时福宝还被罚了1个星期的禁足，因为爷爷们维修世外园区整整用了1个星期。而第3次经过福宝2年连续对园区的破坏，园区逐渐变成了黄土高坡的样子。而就在这3年时间里，福宝解锁了许多的技能，例如体验到了在树顶睡觉的舒适感，而这也是福宝在韩生活的3年里最令爷爷们头疼的事情，因为福宝一旦爬到树上后，下不下来全看心情，爷爷和爱宝都没办法。爷爷喊爱宝叫一叫福宝，懂事的爱宝听奶爸的话，蹲坐在小亭子上喊着福宝，但福宝完全不为所动，甚至还给爷爷和妈妈换了个更嚣张的姿势，表示自己醒了，但是就是不下去。除此之外，在夏天在泳池里泡澡也是必不可少的，这露天的泳池再搭配上春意盎然的美景，宛如童话里面的世界一般。而想必现在正在隔离的福宝也想赶紧再重温一下泳池的感觉吧，毕竟从韩国隔离到现在，福宝已经2个月没有玩水了。等福宝隔离完，一定要在泳池里好好给自己清洗一番，而希望到时候基地给福宝安排一个带泳池的小院子。此时的福宝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隔离完出来玩耍了。到时福宝一边吃着奶爸给自己剥好皮的大竹笋，一边躺在自己的小泳池里泡澡，别提生活有多安逸了。而在这一时期里，爷爷们还经常会给福宝丰容，让福宝玩耍。爷爷们给福宝的皮球总会被福宝啃破，以及还有福宝的室外躺椅，这都是福宝喜欢的东西。不过等福宝隔离完，福宝的丰容也不会少，要是少了，姨姨们肯定会自费给福宝买。自己家的国宝就是要自己惯着。希望福宝隔离结束的这一天早一点到来，想必到时候江爷爷、宋爷爷以及盛熙阿姨也会立即安排自己的时间来中国看望福宝的。宋3岁的镜头感还挺强，今天姨姨正在拍摄瑞宝、辉宝的体重牌，宋3岁突然出现在姨姨的镜头前，给姨姨比了个鬼脸。而此时的瑞宝正趴在窗前，秒变宠粉小达人。瑞宝凑到窗前跟姨姨们打起了招呼。瑞宝这可爱的模样，姨姨们根本把持不住，所有人一下都围到了窗前，只为近距离看一下瑞宝的容颜。而瑞宝这里看到有这么多姨姨喜欢自己，嘴角此时不自觉的上扬。就当瑞宝开心的爬上独木桥玩耍时，爱宝迎头走了过来。爱宝让瑞宝收起不值钱的样子来，别在这里挡路，接着就给瑞宝从独木桥上扔了下去，让其走远点。辉宝表示不服，表示让妈妈当着这么多姨姨的面。妈妈这么多姨姨看着呢，能不能给我留点面子？我也是有偶像光环在身上的好吗？怎么在你这里我就成了不值钱的样子了？爱宝叼着瑞宝对瑞宝说：“是你的吧？你再有偶像光环，还不都是老娘生的？”爱宝都给瑞宝说不好意思了，躺在地上跟妈妈卖萌撒娇。爱宝眼瞅瑞宝不是又犯病了，赶紧掉头走了回去。一会儿盛熙姨母来到园区，瑞宝依旧是个宝。盛熙阿姨对姐妹俩
永远都是喜爱不够的状态。给瑞宝搂进怀里后，辉宝还吃醋了，仰头看向姨母和姐妹，表示让其不要背着自己搞小动作。说完，辉宝又转头继续吃。一会儿，辉宝又听到了什么动静，不放心的再次回头查看。辉宝这点小心思全体现了出来。盛熙姨母这时低头一看，小汽车上又有一块零部件被姐妹俩拆了下来。盛熙姨母观察着这个东西是哪里掉下来的，看来晚上下班宋3岁又有的忙了。维修小汽车的工作向来都是宋3岁的活，而姐妹俩这里则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躺在小车上惬意的不像是只熊。尤其是瑞宝这里，小脚丫踩在方向盘，帅气的不得了。瑞宝仅仅用了1下午的时间，就被瑞宝和辉宝的周岁抓周玩具给吃光了。这次宋3岁都没来得及撤回去拿去展览，爱宝就全给解决了，一个也没给宋3岁留。这美味的大竹竿，爱宝是一吃一个不吱声。下午，姨姨再来看瑞宝和辉宝时，此时爱宝坐在了小汽车的驾驶位。瑞宝、辉宝的生日过完了，爱宝打算开车回中国，带着姐妹俩去给福宝过生日。此时坐在后座的瑞宝已经躺下了。虽然今天室外下着小雨，但这依旧阻挡不了让姨姨们反复排队看宝家的心。姨姨再次回来，不知爱宝从哪里又找来了一个玩具，但是单从这根大竹竿上看上去，已经看不出是什么玩具了。姨姨仔细对比过后，感觉像是瑞宝、辉宝的雷神之锤，但是不知道锤去哪了。此时瑞宝还想过来抢，瑞宝表示：“妈妈，这个好像是爷爷给我的周岁礼物。”爱宝回复道：“你的，什么都是你的，吃到老娘肚子里就是老娘的。”此时瑞宝后悔几个小时前没有多玩玩自己的礼物，这下后悔都来不及了。一会儿，爱宝吃饱喝足，来到了滑梯上休息。乐宝那里有他的自动马桶，爱宝这里有自己的自动滑梯。爱宝的青团铲在滑梯上后，会顺着滑梯流下去。爱宝铲完青团后坐了起来。辉宝看到妈妈腾出了位置，立马挤了过来。还没等爱宝开口，辉宝就趴在小滑梯上滑了下去。爱宝拉完辉宝擦，姨姨们直呼画面太美了。爱宝看辉宝滑下去了，也来不及了，就没再告诉辉宝刚才自己在滑梯上面干了什么。而且此时的辉宝蹦蹦跳跳的，还很开心。宋头最近简直不要太忙，除了照顾姐妹俩打扫园区外，还要给园区浇水降温，同时还要随时接受姨姨们的提问，感觉整个动物园的活都让宋爷爷自己干。不过相对于问引导员，姨姨们觉得宋爷爷的亲口回答更有可信度。同时姨姨们表示看到宋爷爷不想烦别人，例如之前宋爷爷给爱宝和乐宝制作了宋宝牌汉堡，姨姨们问宋爷爷有没有给汉堡取名字，宋爷爷想了一下，表示就叫窝头汉堡。宋爷爷真是不管什么问题都是有问必答呀。而在今天，宋爷爷又写上了小作文，总结下来就是让大家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或许是宋爷爷最近又收到了关于自己不好的一些私信，宋爷爷在文中解释了记录野生动物生活内容一事。宋爷爷表示，对于照顾野生动物的饲养员来说，记录动物饲养员的相关事宜是一个饲养员的职业道德，因为观察该动物所得到的事实根据，以及再加上专家的贤明判断所写下来的记录，这不仅能给动物和同事们留下有意义的资料，还能为了自己的努力和工作所感到幸福。这也是为什么江爷爷现在不制作节目，依然会每天都给姐妹俩拍摄视频。宋爷爷表示，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后，回到家写一下今天的工作情况，这样不仅可以反思自己，而且可以在之后做得更好，使自己进步。久而久之，这让自己也步入了新人作家的行列。宋爷爷表示，在这个互联网时代，任何人都可以成为一名作家，记录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亦或是所一直在坚持的事情。当然，这一切都要在职业道德的标准上，做到对自己的文字负责任。这里宋爷爷似乎是在暗示键盘侠们，对自己说出的话以及所发表的文字要负责任。不过宋爷爷这次日记中也可以看出，宋爷爷有在努力调整自己，不被这些舆论所影响。盛熙阿姨这周强行让江爷爷出镜，从早上上班后就跟在江爷爷后面对其进行拍摄。此时我只能说一句，盛熙阿姨干得漂亮，这是想强行让江爷爷营业啊。江爷爷做完早操后，又来到房间检查爱宝和姐妹俩的情况，看看他们睡醒了没有。而盛熙阿姨这里则开始配备小零食。此时的乐宝已经在房间等不及了，呼喊着盛熙阿姨快一点。盛熙阿姨一边切着小零食，一边回应着乐宝。乐宝让盛熙阿姨不用太讲究，把竹笋拿给自己，自己包就行。之前说乐宝会韩语，还有人不信，这一下想必没有人不信了吧。准备完小零食，江爷爷过来配合盛熙阿姨一起给乐宝做检查。有江爷爷在，盛熙阿姨就可以偷懒了。现在的乐宝对奶爸的信任已经到了，
宁愿怀疑自己的味觉，也不会怀疑奶爸投喂的小苹果是不是有问题。只见江爷爷给乐宝喂过几块苹果后，掺了一片驱虫药进去，乐宝感觉出了有问题，不断伸舌头舔舐着，但是始终没舍得将其吐掉。可见乐宝是有多信任江爷爷。江爷爷夸赞乐宝真是越来越棒了。乐宝完事儿后，盛熙姨母来到了爱宝这里，简单的体温测量后，开始给爱宝投喂每天的小零食。不知姨姨们有没有发现姐妹俩此时还没睡醒，还在床底下趴着睡觉呢。一会儿爱宝去隔壁吃饭，盛熙阿姨来到姐妹俩房间打扫卫生，姐妹俩还是仍没有醒，一看就是姐妹俩昨晚又熬夜了，指不定折腾到几点呢。直到盆盆奶的到来，姐妹俩才从睡梦中醒来。而这周盛熙阿姨视频中还分享了饲养员们为乐宝治疗皮肤的画面。兽医姨姨戴的墨镜并不是为了耍帅哦，这是医疗规范，这事事有回应的做法，真是宝家真爱粉们的底气，同时也让粉丝们长了见识，让人了解到了给大熊猫治疗皮肤的样子。给乐宝处理完皮肤后，乐宝便去到室外园区进行玩耍了。有时姨姨们也不知道，在园区宋3岁和姐妹俩究竟是谁玩得更开心。与其说是宋3岁在陪姐妹俩，更像是姐妹俩在送3岁。宋3岁这欢快的样子简直不要太开心，这让人无法猜想。宋3岁已是2个孩子的爸爸，但宋3岁有时候自己还是个孩子。而今天宝家快要下班时，宋爷爷用4根大竹笋就给爱宝收买了。宋爷爷用4根大竹笋请爱宝帮自己接姐妹俩下班。与此同时，位于姐妹俩身下的南天宝早已孵好半天了。姐妹俩在南天宝身上南天宝哀声连连，恳求瑞宝、辉宝赶紧跟妈妈回家。而爱宝看到通道门开了，立马放下手里的竹子，回去吃大竹笋。而就在宋爷爷跟爱宝谈条件时，姐妹俩就在门口的南天宝丛里呆呆地坐着。不过姐妹俩并没有抗拒或是逃跑，甚至都没有走远，更像是在等待着什么。或许是爱宝早就跟姐妹俩谈好了，晚上不要着急回家，自己跟爷爷们谈好条件，再让姐妹俩回去。就在爱宝谈好条件时，辉宝就主动跑进了通道门。这波爷爷们属实是被爱宝给拿捏了。而今天瑞宝的体重终于有变化了，在爷爷们以及瑞宝自己的努力下，成功追上来2斤。现在瑞宝和辉宝的体重只差8斤了。난 송바오라고 해. 너 벌레바오구나. 宋爷爷面对虫子，不仅没有抗拒和嫌弃的心，甚至居然还能将其托在手中玩耍一番，真不愧是宋3岁。잘 가. 旁边的主持人面对宋爷爷对虫子都要用宠溺语气，直接绷不住了，直呼宋爷爷也不用这么有礼貌，简直就是综艺怪物。 사육사님도 다 받아주실 필요는 없어요. 그냥 아니다 아직 싶으면. 그 선은 잘 모르겠어요. 저는. 아 진짜요? 当宋爷爷还没出场时，主持人模仿宋爷爷私底下说话，表示宋爷爷讲自己之所以被从最开始的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是因为自己的帅气的外表。 아, 오늘 나오실 이분이 이런 말씀을 하셨대요. 내가 사육사로 뽑힌 이유는 바로 외모 때문이다. 내 외모가 최고다라고 얘기하시더라고요. 看来宋爷爷在私底下比镜头前还要3岁，还要中2。 그러니까 말씀을 참 예쁘게 하시고 겸손은 그렇게 많이 없으시는. 아, 정확하시네. 밸런스 좋은 밸런스입니다. 맞아요. 그래요. 宋爷爷真是越加综艺老手了。宋爷爷是从03年开始当饲养员的，到现在已经22年了。不过宋爷爷表示自己却很开心。在瑞宝和辉宝小时候，宋爷爷还会常住在园区，有时也并不是因为工作忙，就是想多看姐妹俩一会儿。要知道，宋爷爷当时在被调来熊猫馆时还是很抗拒的。果然，往事是令人最不想提的。现在，如果要让宋爷爷收回曾经说过的一句话，怕就是这句“不想去熊猫馆工作吧”。看到宋爷爷对熊猫都这么喜爱，主持人八卦到问宋爷爷和妻子的感情是怎么样的。 와이프도 좀 많이 안아주세요. 그럼요. 술로 바꿔주세요. 早期为福宝挑选的那些男朋友，例如圆梦和子阳，最近都被韩国姨姨们单方面看上。一方面是这些都是网友们自己想的，到时要看福宝自己的选择。毕竟对福宝粉丝们来说，福宝是很珍贵的。另一方面是江爷爷觉得要找一个像自己一样的。 저 같은 남자 만나야죠. 그냥 이렇게 답변하면. 江爷爷现在的自恋程度已经不亚于乐宝。之后，主持人又问到有没有可能把福宝租回来，然后再租一只男熊。江爷爷表示，作为福宝的爷爷，自己内心当然也希望如此。江爷爷表示，如果能有一只公熊猫来韩国和福宝配对的话，这最好。但是带来的公熊猫刚好是福宝喜欢的，这个很难。要知道，爱宝和乐宝也并不是选定后立马就带来韩国的，
在此期间，江爷爷在中国和爱宝乐宝磨合数月才来到韩国。再例如，我国现在的单身熊猫还有很多，而且这个问题，福宝隔壁园区的莱西最有话语权。10岁的年纪，膝下一直无子，而且莱西这还是在身边有2只雌性熊猫的情况下。要知道，小熊猫的平均寿命是13岁，这就是江爷爷所不想看到的情况。所以，江爷爷一直在给韩国粉丝们讲解，福宝回国才是万全的选择。另一面，也有许多姨姨们担心福宝回国后会不会让其立马进行繁育，这样会不会影响到福宝享受自由的生活？对此，曾文奶爸曾回应过，曾文奶爸表示对此还没有考虑，一切还得等福宝完全适应基地生活之后再议。所以，姨姨们也不用担心，马上福宝就要隔离结束了，接下来福宝迎接的将是美丽的熊生和幸福的花鹿。圣熙阿姨连续几天的值班下，今天终于轮到了圣熙阿姨休息。圣熙阿姨是能理性的将工作和生活清晰分开的人，比如圣熙阿姨之前在节目中被问到，平时休息后会来爱宝乐园玩耍放松吗？圣熙阿姨则一脸真诚地反问了主持人。相信圣熙阿姨这坦率乐观的性格，一定会照顾好瑞宝和辉宝的。而今天圣熙阿姨休息时，江爷爷和宋爷爷一起来到了园区收熊。江爷爷看宋爷爷两手空空，还给宋爷爷递了一根自己刚包好的雪竹竹笋，让宋爷爷陪瑞宝玩一会儿。2个爷爷一人一根竹笋，一人一个熊，互不争锋，互不吃醋。而且这次辉宝也没有再执着于找宋爷爷，瑞宝也没有执着于找江爷爷。实际上对姐妹俩来说，对2个爷爷的感情都是一样的，因为不管哪个爷爷陪着，对自己都一样好。宋爷爷和江爷爷这俩人一起带娃的样子，这画面除了有爱以外，还有一点奇妙的感觉。江爷爷看宋爷爷没有大竹笋，还将辉宝的竹笋掰了一半给了宋爷爷，让宋爷爷给瑞宝。江爷爷这里真是做到了平等对待，不会因为自己有就特意标榜自己比宋爷爷对姐妹俩好，反而是将自己的东西分享出去，和宋爷爷共同照顾。而这次江爷爷的状态看上去明显比上一次和宋爷爷一起收熊时轻松了许多，可以看出这次江爷爷陪辉宝玩耍时笑容笑得更加纯粹，因为上次江爷爷在陪伴瑞宝和辉宝的同时，还要兼顾着记录瑞宝和辉宝玩耍时的样子，因为晚上回家后还要给粉丝们剪辑瑞宝和辉宝的视频，所以江爷爷手上时刻都拿着一个相机，生怕给姨姨们错过瑞宝辉宝任何一个精彩的细节。而且那时宋爷爷还没有走出福宝离开的伤痛，总是时不时拿出手机看看福宝的动态更新了没有，要么就是蹲在姐妹俩面前碎碎念念，看上去很是可怜。而今天的宋爷爷和江爷爷状态上明显比之前好了许多，这也让姨姨们看到了2个爷爷现在重新恢复了对瑞宝和辉宝往日的宠溺和热情。